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日益显现，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就成为了中国政府试图摆脱困境的一个重要方法。尽管政府并没有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，但是2025年的618促销活动，政府还是努力地以补贴的形式来促进消费，鼓励民众以旧换新，买，购买更多的产品。然而，正当2025年上半年最重磅的促销节点618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却传出国补暂停或者调整的消息。近日，重庆国补暂停等相关消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关注。云闪付 App 重庆消费品以旧换新页面的一则公告引发热议，绿色智能家电、家装厨卫换新27个小类，补贴资金已使用完毕。6月2日和3日分别停止消费券和资格码申领。而在电商平台，国补页面也提示活动升级中，无法领取使用国补优惠。重庆市商委相关工作人员证实，重庆地区的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确实已暂停。重庆市以旧换新热线的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称，此次暂停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补贴资金已经用完。另外，重庆市商务委在官网回复市民咨询时明确表示，相关部门正在起草第2阶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，各板块的补贴标准、补贴类别和申报方式等以后续正式文件为准，预计6月上旬出台。不仅是重庆，江苏地区的家电国补也于近期暂停。江苏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答复称，目前部分平台正在进行整改或系统升级调整后，消费者可以正常领取和使用补贴。各平台和商家将进行限额管理。同时表示，从6月1日开始，江苏国补线上线下都将采取限额管理，活动将持续到年底。广东的广州、佛山、湛江等地已无法领取智能家电家居等类别补贴。另据广东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，该平台提示称，2025年6月5日起，广州家装厨卫活动暂停发放折扣券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。商务部数据显示，截至5月31日，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5大品类，合计带动销售额1.1万亿元，发放直达消费者的补贴约1.75亿份。其中4986.3万名消费者购买12大类家电产品7761.8万台，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达412万份，5352.9万名消费者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5662.9万件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650万辆，家装厨卫换新5762.6万单。4月，全国家电零售额同比暴涨38.8%，充分印证了政策对消费的强力拉动。国家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，广大居民家电换新意愿强。有88.2%的受访者听说过相关政策，相比于2024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。约半数受访者今年计划参加家电以旧换新活动，相比于去年提升了约10个百分点。2024年参与过家电国补的受访者中有66.2%表示在2025年仍有参加国补的计划。互联网舆情数据也表明，今年一季度与以旧换新相关的互联网关注热度同比大幅增长219.6%，居民换新消费热情持续火热。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吴贤健表示，最近部分地区出现家电国补暂停或调整现象，主要是国补资金在接续上面存在断档期，有缺口。现在各地有的第2批资金基本上已经拨付到位了，有的第2批资金还正在拨付，第3批资金规划也正在进行中。
这只是短暂的情况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所改观。财经分析师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大摩分析师表示，关于近期部分地区国补暂停，背景为1月至5月家电国补已使用约600亿元，对比2024年8月至12月使用450亿元，全年进度约过半，预计为第一期暂停，下半年大概率重启第二期。暂停时点选择或因618活动本身存在行业折扣叠加国补，可能对价格体系造成较大冲击，暂停有助于支撑价格。中信建投宏观分析师表示，目前受限于财政压力，部分地区在国补资金使用完毕后，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暂停。华西证券家电行业分析师表示，国补资金消耗超预期，多地转向限额限流甚至暂停。截至5月底，全国范围内已有超1500亿资金被消耗。进入6月，叠加618大促、端午促销等购物节点，预计6月资金消耗将攀升至500亿元，推动1至6月累计消耗规模达2100亿元，占3000亿国补资金池的70%。多地因资金透支开始进入国补限额模式，甚至是暂停国补。华西证券表示，国补政策调整是控量而非结束，后续资金积极拨付中。当前国补暂停或因为空调销售旺季到来，叠加618大促，政府平滑补贴节奏，减少需求透支。在提振内需消费的大背景下，结束国补的可能性较小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分析师们提到的钱的问题，实际上反映了背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。中央请客，谁来买单？一方面，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真金白银的补贴来撬动全国的消费大盘，这是毋庸置疑的正确方向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些补贴的资金池很大一部分需要地方财政来配套和承担。我们都知道，近几年地方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。过去几十年，地方财政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模式，也就是卖地收入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，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。根据最新的数据，2025年的前5个月，中国百强房企的销售总额是1.44万亿，同比下降10.8%。而刚刚过去的5月份，单月销售额同比更是大幅下降了17.3%。造孽！房子卖不动，土地就卖不出去，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，所以我们就能理解眼前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了。一个被数据证明极其成功、民众参与热情度极高的政策，为什么会突然被踩下刹车？对于地方政府来说，这成了一个既要又要的难题，既要坚决执行中央政府的提振消费的号召，完成政治任务，又要面对自身财政捉襟见肘的现实。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运动式或脉冲式的补贴，资金来的时候轰轰烈烈地摊开，资金一旦用完就只能戛然而止，等待下一笔拨款。这种不确定性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当下的购物体验，更是对政策稳定性的长期信心。这次国补的暂时断档，就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绝佳窗口。短期的有资金上限的补贴，就像是一剂强心针，能带来一时的兴奋，但无法根治机体本身的问题。真正持久的消费动力是源于稳定的就业、稳定的收入预期以及对未来的信心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您认为应该如何刺激消费、提振内需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对您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